特朗普再次表态，100天内结束战争。乌军100架无人机再度袭击莫斯科，多地机场被迫关停。克里米亚潜艇基地曝光，俄军黑海反击战略黄了。朝鲜新型火箭炮抵达乌俄前线，计划再援150枚 Kh-23导弹。FPV 无人机摧毁俄军无人机指挥部。北约欧盟援助乌克兰新动态。矛盾升级，欧盟计划避开欧尔班制裁。精彩资讯即将开始。特朗普上台前曾直言要用24小时结束乌俄战争，如今正式上任美国总统后，发现了局势的复杂性，开始接连对乌俄战争表态。由此前的24小时，先是改为6个月，如今又成100天。特朗普解决乌俄战争的方式很明显，那就是通过谈判进行。目前这个任务已落到基斯·凯洛格的身上，他是特朗普任命的乌克兰问题特使。不过外界预计，特朗普还是会全程掌控谈判的进程。一些重要的决策必须由他本人亲自拍板，至于他会如何谈判，目前来看仍有待观察。回到战场上，1月24日，莫斯科再度遇袭。根据路透社报道，24日凌晨，乌军出动了121架无人机，针对莫斯科等13个地区进行了精准打击。其中，在莫斯科地区，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消息称，在市区多地遭遇无人机袭击后，俄军防空系统开始进行拦截，并至少击落了4架无人机，而俄罗斯国防部则补充称，实际共击落了6架。据悉，这是自去年11月18日以来，乌军再次派出无人机袭击莫斯科。虽然索比亚宁并没有发布人员伤亡以及建筑损毁的信息，但这次袭击致使当地的弗努科沃、多莫杰多沃和茹科夫斯基机场一度关停并限制飞机起飞。另有20架无人机还袭击了莫斯科东南部的梁赞地区。有博主在电报频道上发布了相关影片，显示该市一座石油储库和一座发电站被击中，并引发了大火。随后该消息得到了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安德烈·科瓦连科的证实。此外，他还表示，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布良斯克的克雷姆尼工厂，该工厂为俄罗斯武器系统生产微电子产品。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援引克雷姆尼工厂的一份声明称，在遭到6架无人机袭击后，该工厂已暂停生产工作。目前，梁赞州州长帕维尔马尔科夫已在催促紧急服务部门尽快处理善后事宜。此外，萨拉托夫、罗斯托夫、沃罗涅日、图拉、奥缪尔和利佩茨克地区也是乌军的重点打击目标，只不过相关战损还未得到披露。除本土设施遭打击外，俄军在克里米亚部署的秘密基地也被 ATESH 游击队曝光。据该游击队透露，俄军已将巴拉克拉瓦海湾内的地下博物馆秘密武装化成了地下潜艇基地，正用于准备装备和训练人员。由于该地下碉堡网络建在海湾的岩石悬崖内，几乎不受传统空袭的影响，同时又能向俄军提供维护和后勤资产准备的能力，还可利用克里米亚岛上的战略资产，提升对乌军的无人机、无人艇袭击的防御力度，足以巩固俄军在黑海的战略立足点。可惜的是，俄军的保密工作不太行，该基地最终还是被 ATSH 游击队发现了。此外，该游击队还表示，已通过在附近不同时段和方位的侦察任务中，确定了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俄军舰艇位置，并向乌克兰国防军分享了有关该设施的具体情报。这也就意味着俄军在此地的战略意图和部署情况，乌军已一清二楚。预计接下来，乌军可能会对该基地进行重点打击。事实上，俄军的战争计谋始终慢乌军一步。即使上述基地得以重建并利用，乌军也可能早就有了新对策。根据乌克兰国防部22日声明，每月将向前线作战单位拨款25亿格里夫纳，用于自行采购无人机，以取代过去依赖集中采购的模式。对此，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指出，这种授权前线指挥官自行采购无人机的方式，能够让其按需配备最适合执行任务的无人机，足以确保前线士兵的作战需求，进一步提升乌军的应变能力。此外，泽连斯基还特意公开了乌克兰无人机的一些数据，例如其生产成本远低于其他国家，且年产能也从2023年的300万架大幅提升至400万架，其中军用无人机的占比更是高达96%以上。反观俄罗斯方面，去年其定下了140万架无人机的产能目标，至于后续有没有完成，俄罗斯并没有透露有关消息。因此，单从无人机数据层面而言，乌军已完全碾压俄军。再从技术方面来看，乌军无人机的各项黑科技以及创新战术，多次让俄军苦不堪言。总而言之，乌军目前正在利用自身优势对俄军发起不对称作战，同时在前线方向，乌军也正在对俄军采取针对战术，袭击了俄军无人机指挥阵地。
库尔斯克方向，据乌军第95空中突击旅的指挥官奥列格·阿波斯托尔表示，由于乌军无人机可在黑夜中跟踪并打击俄军突击队，当地俄军目前已停止了夜间攻击。而在白天的进攻中，俄军也几乎不使用设备来掩护，大多以3至5人为突击小组，试图用这种低效但频繁的作战方式来突破乌军防线，但终以失败告终。此外，据乌总参战报数据，乌军还在库尔斯克各地击退了俄军多达5次的装甲进攻，再次重创了俄军为数不多的装甲部队。但俄方采取一贯的例行回复，坚称没有多大损失，并强调会把乌军击退，不过却没有给出具体的日期。想必是俄军心里也没谱，不敢把话说得太满。与此同时，据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表示，库尔斯克攻势不会是最后一次。言外之意，乌军还会在库尔斯克发动攻击，但究竟是何时何地，俄军根本不清楚。这致使当地俄军无时无刻保持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毕竟以多打少还吃了败仗，这必然是无法接受的。值得一提的是，库尔斯克战局的失利致使俄罗斯电报频道、RT 等多家媒体纷纷发文指责俄军，称其以6万多的精锐兵力却被俄军3万防守部队压着打。对此，俄军只好再次向朝鲜求援。目前朝鲜部队的一种新型多管火箭炮已经抵达当地前线，这种火箭炮能够安装在民用车辆上，平时可伪装成厢式货车，战时可提供火力援助。此外，朝鲜还将在今年向俄罗斯提供至少150枚 KN-23 短程弹道导弹，以及其他炮弹和相关系统。另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负责人布达诺夫强调，俄罗斯可能已从朝鲜获得了 KN-23 导弹的技术，未来这些导弹可能会被大规模整合到俄军军备中。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仍然在扩大奥斯基尔河右岸的桥头堡规模，并试图从水路向库皮扬斯克方向推进，而乌军正在集结兵力，试图全歼渡河俄军。利曼方向，双方在泰尔内镇展开了拉锯战。该地区不仅能够提供通往利曼市区的路线，还能够绕过斯拉维扬斯克，直逼战略重镇库皮扬斯克。对此，俄军近期加大了进攻力度，并称已攻克该镇，但随即遭到乌军打脸。乌军将第33旅从库尔斯克调到了该战场，暂时稳住了局势。顿涅茨克州恰索菲亚尔方向，乌军战略性放弃了当地工厂的废墟建筑群，随即将控制火车站的俄军击溃，重新控制了火车站周边地区，实控面积已增加到了30%左右。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第12亚速旅正在进行反击战，整体上打得有声有色，但战局依然凶险。红军村方向，俄军中央集群和东部集群正在从东西两翼夹击当地乌军，双方当下的交火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北方向的沃兹德维任科村和红军村西面的科特林周围。俄军的战术企图依然是切断红军村，通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乌军的后勤。乌军第25空突旅、第71列兵旅、第142机步旅和第68机械化旅目前正在展开保护交通线作战。此外，俄军曾多次宣称进入了红军村，但根据战争研究所以及哨兵卫星地图提供的信息，俄军的言论为虚假宣传。目前东西两路的俄军先头部队距红军村郊区的最近距离尚有 5.15 公里。顿涅茨克方向，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乌军瞄准了当地俄军前线的一个无人机阵地，随后开启了炮击定位并锁定目标，紧接着乌炮火就朝俄军阵地发起猛攻，同时 FPV 无人机也从空中进行打击。在这一番联合袭击之下，俄军阵地一带接连传出爆炸声，并伴随着浓浓的烟雾，这已经是乌军对俄军指挥系统的又一次打击。不过目标换成了更具针对性的无人机指挥部。随着战事越发激烈，预计乌军可能会继续升级打击，并对不同类型的俄军指挥部都发起空袭。当然，俄军也发动了反攻，摩托车突击队进行了新一轮冲锋，乌军则将从营级单位升级为第5特战团的欧米加部队赶来支援，双方在绝地展开激战，持续了约半天时间，最终成功击退俄军攻势。乌军阵地前沿已散落了大量的摩托车，其中有不少都是直接陷进了泥泞的雪地中。需要注意的是，此前欧米加部队还在夜间突袭俄军控制区，打掉了俄军一辆坦克。首先是美国方面，五角大楼将拨款 1.61 亿美元，用于扩建第2个 M777 榴弹炮生产基地。这是因为目前美军只有一个工厂在生产该款弹药，而这已经无法满足乌克兰的需求，所以此次扩建生产线应该是考虑到了乌克兰方面的需求，从中也能看出特朗普在援乌方面的某些态度了。此外，正如上述所说，特朗普还是想用谈判来解决俄乌问题，援助乌克兰或许也可视为他计划的一部分。其次是欧盟方面，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准备再向乌克兰提供35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目前这一消息已得到欧盟贸易专员瓦尔季斯东部罗夫斯基斯证实。据悉，这是欧洲国家和乌克兰融资计划的一部分，将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做抵押。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卡拉斯也表示，
他们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帮助，直到取得胜利。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单独向乌克兰送去了军援。英国方面将拨款6100万英镑为乌克兰生产先进的炮管。需要注意的是，这是20年来英国首次生产炮管，可见随着乌俄战争的持续，英国越来越意识到此次危机的严重性，将会不竭余力地助乌抗俄。德国方面，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候选人梅尔茨会面，讨论了日后的多项合作。需要注意的是，梅尔茨被视为下届德国总理的最热门人选之一。此前他承诺当选后将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丹麦方面更新了军援的武器清单，包括一款俄制 2S1 康乃馨自行榴弹炮。需要注意的是，丹麦此前从未拥有过该款武器，因此外界纷纷猜测，这可能是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国家通过丹麦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目前还不清楚丹麦送去了多少辆 2S1 康乃馨榴弹炮，但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已显而易见。另一方面，由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拒绝签署对俄罗斯延长制裁的协议，这也让欧盟在考虑新方案，如何绕开匈牙利直接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如此一来，欧尔班在欧盟将陷入更加受排斥的境地，双方的矛盾或将升级到新的阶段。1月14日，捷克总理彼得·菲亚拉表示 ，TAL 输油管道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工作已经完成，该国结束了对俄罗斯的原油依赖。菲亚拉称，塔尔输油管道将石油从意大利的里亚斯特港输送到德国南部，在那里，它与供应捷克共和国的 IKL 管道相连。此次管道升级使得该国通过 TAL 管道的石油进口能力翻了一番，达到每年800万吨，能够满足捷克炼油厂的年度消耗。而此次管道的扩建费用，据捷克财政部长表示，共耗资15亿捷克克朗，约6100万美元，由国有石油运输公司 MIL 提供资金。自1960年代以来，捷克就一直依赖德鲁日内管道获取石油，这是作为苏联结盟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的时代遗迹。但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欧盟禁止了大部分俄罗斯石油进口。尽管由于替代品有限，德鲁日内管道最初被豁免，但菲亚拉此前就曾承诺，一旦有替代石油供应可用，将立即取消豁免。如今替代品出现，捷克下一步也就呼之欲出。没有首席执行官也证实称，即便停止德鲁日内管道供应 ，TAL 管道也完全有能力向捷克共和国供应石油。据战区报道，英国下一代隐形战斗机暴风雨有了更多细节已经浮出水面。除了我们意料之中的大尺寸、长航程、高隐身等内容外，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决定为其配备比现役射程更远的空导弹，甚至有可能要开发无人机版的暴风雨战机。在空导弹方面，目前英国和意大利现役射程最远的空导弹是欧洲 MBDA 打造的流星导弹。流星空导弹的出现，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在欧洲空导弹市场的垄断。据公开资料显示，流星导弹全弹长 3.65 米，发射重量约160公斤。在导弹后部有2个不对称的冲压发动机进气口，弹体中部采用2片飞行翼，在其尾部设计有4片鳍状翼，整个导弹的气动外形十分特别。由于流星导弹是为欧洲下一代战机准备的，因此采用了多种新技术，如它采用体积小、成本低和结构简单的固体冲压发动机，推力可自主调节，最大射程可达150公里，比美国的 AM120 的80公里还要远近1倍，是当今打得最远的空导弹之一。而超视距作战的最大好处就是能让载机在发射导弹后快速脱离作战空域，从而最大程度保护载机安全。而冲压发动机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比传统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快，流星导弹最大速度可达4马赫，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同时，由于高速和高机动性，以及多引信和弹载脉冲多普勒雷达系统，使它还具备了打击高机动目标的能力。英国宇航公司的一位军事专家称，除了绝对射程增加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扩大有效杀伤区。采用冲压喷气主发动机的空导弹，有可能使有效杀伤空域增大2倍。如今，流星超视距空导弹分别装到欧洲的3种战斗机，即法国的阵风、瑞典的鹰狮以及欧洲联合研发的台风战机上。而日本目前最远的空导弹使用的是美国 AM120 和30的 AAM4， 前者根据不同型号射程在50到180公里，后者则在100到120公里。但无论是流星导弹还是 AM120 和 AAM4 导弹，
都利用主动雷达寻找，具备发射后不管的能力，但需要中途更新数据才能充分发挥导弹性能。而在英国 GCAP 计划所寻求的新款远程空导弹，要比上述导弹射程更远。目前参考的对象有以下几种：其一是美国海军和美国空军联合推出的 AM-260，据悉该导弹被视为 AM-120的替代型号，旨在提高美军在复杂空战环境下对目标的命中精度和毁伤力能力。与 AM-120 相比 ，AM-260 在尺寸和重量上有所增加，其长 3.66 米，翼展 0.5 米，弹重154公斤。由于配备新型发动机，其飞行速度有望达到5马赫，射程则超过200公里。其二是俄罗斯的 R37M， 它由俄罗斯威姆佩尔设计局研制，是目前世界上速度最快且射程最远的空导弹。在公开资料中，其最大飞行速度达到了6马赫，最大射程达到了惊人的400公里。再加上其高达60公斤的高爆碎片弹头，因此理论上可以实现对任何空中飞机的拦截打击。目前，俄罗斯把这款最新型的空导弹装载于苏35、苏57、米格31等先进战斗机上。2024年8月，俄空天军就曾使用苏 35S 发射 R37M 超远程空导弹，在213公里距离上击落了乌克兰一架米格29战机，刷新了全球空战纪录。其三是英日合作的 GNAAM 导弹，该导弹计划将流星导弹的冲压发动机与 AAM4 导弹的 AESA 主动雷达导引头结合在一起，成为新导弹。根据推测 ，GNAAM 导弹射程很可能达到150公里。当然 ，GCAP 计划的选择远不止这些，只要符合要求，都将纳入备选名单。干员们，三角洲行动指挥中心已经对第一赛季的结果进行了完整性评估，不少干员在行动中表现格外出色。当然，指挥中心权衡利弊，最终决定适当对干员的平衡性进行小幅调整。首先，为了提高侦察类干员的生存性，在对战模式下新增武器 SCAR-H 战斗步枪和 AUG 突击步枪。小心，现在的侦察兵火力不同往日，他们现在将变得更加致命。红狼在所有模式下的3连发手炮引信延迟时间由 2.5 秒调整至3秒，最小伤害由10点调整至1点。威龙在对战模式中的磁力炸弹最大伤害由100点调整至125点，最大伤害半径由4米调整至1米，对坦克的伤害由45点调整至35点，适当减少了一定投掷距离。在作战模式中，磁力炸弹引信延迟时间由 2.5 秒调整至3秒，最大伤害由125点调整至110点。风一在作战模式中，蜂巢科技手枪对队友治疗时间由20秒调整至60秒，蜂巢科技烟雾弹在染色后的治疗持续时间由20秒调整至60秒。佐亚庞琴科娃在所有模式中的肾上腺素的效果半径由9米调整至12.5米。对战模式中，肾上腺素的增益效果进行改进，一级开镜速度降低幅度从-25%提升至-30%。一级后坐力影响降低幅度从-30%提升至-40%。作战模式中，肾上腺素的增益效果，一级开镜速度降低幅度从-25%提升至-30%。1到2级后坐力降低幅度从-20%提升至-35%。3到4级后坐力降低幅度从-40%提升至-45%。露娜的电击剑在对战模式下击中载具会施加激光指示器锁定效果，在作战模式中冷却时间从45秒变至40秒，并且被击中的目标在尝试使用治疗物品时会增加电击剑效果时间。乌鲁鲁的燃烧弹在所有模式中刚落地引燃时增加 0.25 秒延迟，对战模式中敌人进入燃烧区域时会立即受到伤害。作战模式下的巡飞弹加速过程能量消耗从2倍提升至3倍。以上为所有干员的属性调整，看来之前依靠红狼手炮来补刀的玩家可以考虑更换战术打法了，毕竟最小伤害砍到1点可以说是堪比抽奖了。同时
体术流玩家的佐亚庞琴科娃很有可能是烽火地带的新秀，除了团队辅助外，他的技能更能体现 PVP 中的种种优势。而他的敌人要面对的是一个可以快速恢复生命力与快速反应，甚至不受枪支后坐力影响的怪物。所以各位干员请抓紧定制新赛季的行动计划，我会在指挥中心等你们。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无菌无人机再度袭击莫斯科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